好，这里是当下即时，下课接空，当下即时，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的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我们这个电台的第22期。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珍惜那一瞬间的心动和勇气。为什么会想聊这个话题？首先来说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自己呢，从今年春天开始践行一个叫做一日一舍的一种断舍离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天我都会从家里找一件我不再需要的东西，然后把它丢掉。我会每天记录一下我今天丢了什么，为什么我不再需要这件东西了，然后拍张照片把它记录下来。从今年春天到现在，差不多坚持了有100多天的时间了。有一天呢，我就丢了一个本子。那天我在家里找我今天要丢什么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本子。当我把它从书架里翻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挺感触的。这个本子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买的，已经很多年了。现在翻出这个本子，它整个的纸页都已经发黄。但是我还记得这个本子，我当时买它的那种心情。当时这个本子我记得买的还挺贵的，因为它翻开里面一整本都是那种很精美的彩页，然后每一页上面都印着不同的插画，纸质也很好，每一页都非常漂亮。所以我下决心把这个本子买回来之后，一直就觉得这个本子太精美了，太漂亮了，我不知道在上面写什么，我不舍得在上面写字，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可以配得上这么漂亮的这个本子。所以当现在10几年后我再次翻开它，我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写。这个本子被我放了很多年，最后什么也没有写，然后现在确实也没有办法再用它来写什么东西了，它被我丢掉了。当我把这个本子丢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惋惜。这一个因为太喜欢而舍不得写下一个字的本子，最终什么都没有写，被放在书柜里一直到丢掉。我突然感觉到，原来珍惜一个本子最好的方式是在它最漂亮的时候，是在我最喜欢它的时候去好好的使用它。其实记录什么都好，用来随便写写日记，或者用来做做摘抄，写下读书笔记什么的都很好，它都是属于那一个年龄的记录。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丢掉这个本子的时候，我觉得它让我想到了我的青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好像总是害怕浪费时间，我一直小心翼翼很谨慎，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度过我青春的时间。但是现在回头看，我的青春岁月里面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没有留下过什么印记，但是实际上时间也在我的观望中溜走了。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在网上刷到一条笔记，是一条卖房子的笔记。然后他拍的这个房子呢，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我所在的城市前些年非常好的一个区域，是那个时候一旦提起来大家都会觉得是富人区的那样的区域。然后在这条笔记的照片里面可以看到他拍的这些房子依然是很漂亮的，但是呢确实每一张照片你都能感受到这个房子内部也好，透过房子的窗户去看到的小区内部的景观也好，都有一种陈旧的感觉。看到这些照片，你能想象到在10几年前、20几年前，这一定是当时最好的房子。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房子里面当时居住的人一定是被大家羡慕的幸运儿。但是现在再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好像会感受到一种伤感，就是无论当时这里是多么的繁华，多么让人羡慕，但是在这些年之后，它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就显出了一些老旧的衰败的样子。可能因为我点开了这个有关房子的帖子，所以后来呢，大数据又接着给我推送了另外一条也是有关房子的笔记。这一条是一个杭州的一个很新的一个住宅，应该算是豪宅了。
那个房子的照片真的很漂亮，无论是房屋的结构，还是在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些公共的空间，都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新，那么的美，让人看到那个照片就会忍不住想象如果我有生之年能够住在这样的小区里面，这样的房子里面，我会过上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感觉好像在这个房子里，我们就可以过上一种像电视剧里面那样，像电影里面那样的难以想象的美好的生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那一天，因为我刚刷到那个老房子的照片，所以在我刷到这个杭州的很新的这个豪宅的时候，内心突然又涌现出了另外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我突然想到在20年后，也许现在我看到这个很新很漂亮的房子，也会成为刚才我刷到的那一个陈旧的老小区那样的感觉。我想起来很久以前曾经听人说过，说任何房子10年以上就可以归在老房子里面了。以前呢会觉得10年好像挺久的，但是你知道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会感觉其实10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漫长。比如我自己亲身的体感就会觉得，从25岁到35岁好像真的挺快的。同样仔细想想的话，其实现在我有很多在使用的东西，好像都已经用了超过10年了。比如在我的衣柜里面，其实如果去翻的话，有很多10年以上的衣服还在穿，有很多10年以上的物品，我也能数出来，他们现在还在用。有一天我听人说，他说家里面的那个床垫如果用了10年以上，那最好就要更换一下，因为你长期使用的话会滋生一些细菌霉菌，可能会对肺对呼吸道不好。当我听到这个观点之后，我就去想了一下，结果发现原来我家里的床垫好像也用了将近10年了，但是当我没有去想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是很新的。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好像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期限。虽然我们一定是从小就经常听到像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样的话，但是你知道有一天当你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心里还是会觉得很震撼的。现在我们目光所及的一切，无论是现在看上去多么热闹，多么繁华，多么有生命力，好像永远不会消失一样，其实它都是有期限的。而且这个期限可能比想象中还短。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看到窗外刚刚升起来的月亮特别的漂亮，很美，然后我就想去拿手机把它拍下来。但是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没有电了，我就过去拿充电线给手机把电充上，然后充了一会儿，等它开机了，我就再次拿着手机走到窗口。但是我这个时候发现，月亮已经不在刚才的位置了，而且在月亮下面刚才拖着它的一小朵云也不见了。这个过程只有几分钟，不到10分钟，但是好像我就错过了刚才的那一幕。我在差不多快到30岁的时候，有一天回顾了我过往人生中的一些梦想。那天我发现原来梦想也是会过期的。我在之前的公众号还有之前的一期播客里应该都聊过这个事情。那天我想起来，我在10几岁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很想要收到一只巨大的毛毛熊。应该说那是属于那一个年龄，也独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个小女孩的梦想。但是在我将近30岁的时候，我想起来这个梦想，就发现10几岁的我没有得到那个巨大的毛毛熊，但是30几岁的我确实也不需要了，这个梦想它过期了。我在20出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梦想是一个人住在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寓里。这个房子呢不需要很大，但是我想象中它一定要有一面很大的落地窗，然后有一张床就对着这一面落地窗。当我拉开白色的窗帘，可以看到窗外的非常漂亮的夜景和早上的阳光。我想象自己在这个房子里面，过着非常惬意的一人居的生活。后来当我回忆起这个20岁出头时候的梦想，发现我当时没有实现。
它也不再是现阶段的我最想要的了，它也是属于那一个年龄的对当时生活的一种期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原来很多梦想也是有期限的，梦想也是会过期的，梦想也是有它最好的实现时间的。这个想法其实后来就激励了我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意识到很多事情也有它自己最好的时间，物品是这样，梦想都是这样。有一天我翻开以前的日记，发现我曾经在日记里面会常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不要冲动。好像曾经的很多年里，我常常感觉到自己有非常多的灵感、想法、点子、梦想，感觉整个人就像碳酸饮料一样，好像身体里面会有无数的泡泡，抑制不住的要往上冒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些想法、灵感、点子太多了，有的时候让我很苦恼，因为他们会打乱我的生活秩序，会让我睡不着觉，会让我脑袋里面转得停不下来。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写日记的人，所以我就会在日记里面去提醒自己说，有什么灵感了，一定不要立刻冲动，一定要放一放，不要想到什么就要立刻去做，一定要冷静下来，要先想一想。然而今年的某一天，当我翻到以前的日记，看到类似的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状态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从某一天开始，我突然开始怀念那种在生活中能够涌现的灵感和冲动的感觉。我意识到那样的感觉好像就是一种青春的感觉。我突然发现这种感觉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来到我的生活里了。那是一种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什么，想要立刻站起来冲出门去的那样的感觉，有一种想起来我要一瞬间激动的要跳起来的那样的感觉。回顾过去的一年，我甚至想不到有这样的时刻。所以那天当我翻日记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另外一句话，说我要珍惜冲动，我要珍惜在我的人生里突然想要跳起来的那样的感觉。我告诉自己，等下一次这样的感觉再次来到我的生活中，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当我这么去想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人生中其实有很多我后来回头看会觉得我做得很正确，或者说是有意思的决定，其实都来自于某一刻的灵感和冲动。就拿做播客的这件事情来说，我做播客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的临时的想法。在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想到了我要做一期播客，我就连夜想好了名字，然后第二天我就立刻用我的 iPad 去画了一个播客的封面图，加了这个文字，这4个字就是现在大家看到了当下即时的这个图片。然后我就立刻想了一个主题，录好了第一期播客。印象中从我产生了要做一期播客，做一档播客的灵感，到我将第一期播客做出来，印象中应该差不多就在1-2天之内吧。因为从产生灵感到做出第一期播客之间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当时我整个人都还处在一种产生了新想法的新奇和激动当中，一口气就把这些事情全部完成了。但是后来再想一想，实际上如果当时我放一放，想要多计划计划，考虑一下，也许我最后就会觉得算了，有很多问题和困难我不会做。我发现有的时候当你有某个想法想要去做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不会有什么破坏性的，你不能承担的后果，不会有什么伤害，只会有可能的好处的时候，那你就尽管的去做。因为有的时候放一放就真的不会做了。比如在这里其实也想坦诚的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知道如果你是我的听众的话，你会知道我不算一个勤奋的主播，这档播客更新的频率确实不高，应该说是很少。其实呢，曾经有好几次我已经把一期播客的大纲列好了，但是后来就觉得我要不再放一放。我放一放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主题我还可以再想一想，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离我想要的还有一些差距。结果后来就会发现这一期就做不出来，最后我就会放弃这个主题。所以其实之前有好几期都在我的列表里面被我放弃，没有做出来，没有更新出来。而我发出来的每一期，包括今天这一期，其实都是我在产生灵感之后，我就让自己立刻坐下来，然后让自己在1天之内录制剪辑，一口气把它做出来的。记得我以前读一本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教摄影的大学教授，他把他的学生分成了2组，一组呢是数量组，就是说这组同学他们最后的期末成绩取决于他交多少张照片，交的照片越多，作品越多，那么分数就越高。而另外一组呢叫做质量组，这组的同学就不要求你要交多少照片，你只需要交你最满意的1张照片，然后你的这个分数就取决于你这张照片的质量。大家可以猜一猜，最后是数量组还是质量组的学生，他们的优秀作品更多。在这学期结束之后，这位教授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优秀作品都来自数量组。原因是数量组的同学，他们在制作数百张照片的过程中，其实他们的拍摄的技能不断提升，而那个质量组呢，却始终因为想要追求更高质量的作品，追求完美，而没有办法去做出更好的作品。这一点是我当时在读了那本书之后非常受触动的一点。原来我们并不是说要精雕细作的去做一个产品，它才是好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去勤奋努力高频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技能自然就会提升了，你就能做出更好的作品。所以我想，在有灵感有冲动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它对我是没有害的，我现在呢也能拿出这个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其实我们就去做。因为这种灵感本来就很宝贵，如同昙花一现，而且在做事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打磨手艺，得到提升，这个是无法靠坐在那里准备而准备好的。在上个月7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我自己的新课程。其实在做这个课程之前，有比较长一段时间我都是非常忐忑的，因为我有大概5-6年没有做过这样的有社群的课程了。但是我的内心非常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很认可这件事情，我想带着大家和我一起去整理自己的人生。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从向外的寻求中停下来，去整理我们自己的人生，整理我们过去的故事，整理人生中真正的梦想，去停下来看看现在的我到底在哪里，我是谁。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从去年底开始，我一直在整理我自己的人生，我还设计了一个电子手册来呈现这个事情。虽然我内心对我要带领更多人去做这件事情非常的笃定，但是今年当我在决定我是否要去做的时候，我还是感受到了一些犹豫。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告诉自己，我需要珍惜现在我想做这件事情的灵感和冲动，我需要去接住这种感觉，让自己向前走一步。所以尽管有一些犹豫，有一天我就尝试着做了一个最小的动作。我在我的朋友圈里，我的朋友圈没有多少人，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很简单的文字预告。结果那一条朋友圈发出去之后，就有以前的参加过我很多年前的课程的朋友就来询问，然后就有人立刻就要报名。虽然当时我连什么课程的大纲海报什么的都没有成型，然后因为有这些朋友来问询报名，那我想那我可以写一篇文章去讲一讲，去介绍一下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大概会做什么。因为人生整理这个名字可能也挺大的，所以第二天呢，我就在公众号写了一篇文章。
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现在是我公众号阅读量最大的一篇文章被很多人都读到了。然后呢，上个月就是7月开始，我已经开启了我的第一期课程了。当我真的开始之后，我收到了很多很好的反馈，我发现整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我在做这个课程的过程中，有一天刷到了王潇潇洒姐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她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打动我，也给了当时犹豫的我很大的勇气。她说，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不是完美，而是开始的冲动。在纵身一跃中是最激荡的生命力。我很庆幸我自己去抓住了这一种开始的冲动，无论是开始做自媒体，开始做播客，做小红书，还是开始去设计和传播自己的课程，都让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体验。在我做了这个课程之后，有一天我也突然想到，其实我小时候就很擅长做这件事情。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到了现在这样的暑假里面，我常常会带着院子里面的孩子们一起玩。当时大概有10多个孩子，有的是跟我同龄的，有的比我还小一些的。每天有10多个孩子，每天都跟着我一起玩。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所以每天玩的那些内容都是我当天随机想的。我每天都会设计一些游戏的方式，然后用我自己设计的制造的这个游戏去带着一群孩子们玩。后来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现在的我无论是在做播客还是做课程，都好像这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做的那件事情。我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我，在用我自己设计的游戏带着更多人在人生中一起玩，再用我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去传递给更多人，去影响更多人。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需要珍惜那些想要做一件事情的灵感和勇气。当内心涌起来了一个泡泡，勇敢地把它抓住，然后把这个泡泡向外抛出去，就像抛一个球。这个被你抛出去的球可能会在遥远的水面上激荡起新的一层一层的波纹和水花。我想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中非常美妙的体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我临时起意想到要录的播客的全部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